我是田静。世人都知道北京有个德胜门，有人知道德胜补吗？我们昨天呀，从大同开车呢，前往乌兰察布方向。宝说他饿了，就从这儿拐了进来。诶，发现了一个德胜古堡。德胜堡是明九边重镇大同镇的镇北门户，现存建筑为明嘉靖27年所建。德胜堡呢是明嘉靖年间的时候建的，是为了抵御外侵。隆庆议和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不打仗了，蒙汉进行贸易往来，后来又开通了马市，形成了一个贸易交流的窗口，相当于现在的边境口岸。我们现在在这儿，德胜堡，看东边就是茶马古道。你看1986年公布的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胜堡明长城遗址。从这儿过去，我们看见那边的城墙。哎，你看那个老人坐在树下，挺好的，卖韭菜花的。韭菜花儿。哎呀，这风大的！这里是原来的瓮城。城门这儿写的“保障”，好大气的字。城门上竟然有这么细致的砖雕，这里边还有毛主席语录呢。你看，它这个墙以前是刻的字儿的，只不过现在被刷上了毛主席语录。万历35年8月，能看见这个底下刻的这个字。看这边有没有？这上面看不清楚了，底下的应该是底下也有。这应该都是，这是碑刻，底下应该都是有，比如说重修碑记之类的。现在被刷上毛主席语录了，这个是比较清晰的。这边是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关于这块碑，2009年5月的《文物世界》杂志上有一篇论文，题目叫《大同德胜堡石刻题记试读》，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说是碑文一共485字儿，记录了万历年间重修德胜堡的一些具体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这个石板中间的这个深深的就是车辙印儿，对，这是车辙的印记。石板路。德胜上面你看圆圆的都是弹孔，听说是日本人打的。这还有一个民房，这条大街好宽呀。这就是那个主街。3大街6小巷，这个是条主街。这个房子也残败不堪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墙只剩下夯土了，你看，估计很多城砖都用来修房子了，这种青砖。这是以前的门头哎，还有砖雕。计划生育法图解，这个太逗了，国策记忆。往那边看一眼，因为这房子快塌了，所以他们盖新的了。砖中间呢是泥，里头和的草呀什么的，
那可能时间久了，雨水呀就把这个冲掉了。而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呢是混凝土和钢筋，它就比较坚固一些了。那时候没有技术，现在有了技术了，有新型的材料了。以前没有那么好的技术，就只有砖和泥土。院子里干净的都是有人住的，院子里草都没除的就是没人住。你看这里院子很干净，就是还是有人住的。占宅基地的都是。哦，这房子至少是民国的。哦，这还能看见房子的大梁呢。你看，全木质的。这面墙留下了，这像照壁啊。对，它为什么是斜的？不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吗？这应该就是城中心，这就是玉皇阁了，就跟张家口补的那个是一样的。以前啊，东边是武将署，对啊，西边呢是文官署，北边呢是一些庙。那我这边呢？这边都是驻军，一些人住在这儿的。看，以前呢，军民呢都住在这儿，住在南边。这有个小门是可以上去的，从这儿能上到里头。这有个小门锁了，就不让你上去了。人都上去，有可能会发生危险，要管理一下。北边这个门额写的是镇朔，东边这个写的是什么？护国。南边上写的是雄藩。看，西边写的是保民。德胜堡历史久远，汉代为平城塞，现存建筑为明嘉靖27年所建，是明代九边重镇之首。明嘉靖28年设为分巡蓟北道北东路治所。明万历2年石砌砖包，墙高3丈8尺，在墙上筑有敌台、女墙、垛口、箭孔等军事设施，占地360亩，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边堡。德胜堡建制规整，呈东西中线对称。堡内由北向南建有神武阁、玉皇阁、木牌楼、菩萨阁、城阁等标志性建筑。玉皇阁东为参将府，驻正三品武官，负责所辖8部的军务。府周建有火药库、掷弹房、箭岛等。玉皇阁西为布政署，内驻7品文官，负责处理堡内民间事务。堡内街道格局为3大街6小巷，整齐的大街小巷成为了民居典范。德胜堡宗教场所众多，堡内建有大小庙宇72座，是寺庙最全的边堡。除佛道儒宗教建筑外，有穆斯林兄弟的清真寺，还有供奉宾主战神的净武堂，供奉少数民族先人的湖神庙等。当时呢，在堡东万里茶道侧有比神庙一座，是周边文士、考生、武将出征、商旅起运必去朝觐的圣地。德胜堡市场堡、镇枪堡、德胜口梯状分布和军商功能，鲜明地反映了明代以汉为主的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从战乱纷争到和平共处，再到融合发展的典型历程，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史实见证。德胜堡极地祥明，人文古韵，也必将成为当今盛世壮景，宜居宝城。你这是憋了多长时间？
真正的流浪呢，下去吧。你们注意安全呀！我上去了啊。你们搁浅了吗？这一个孩子坐上去都搁浅，往前面一点，水大点。我看不太清你们了，我等会儿你们还是走啊？走吧，走吧，好的，我准备走了，拜拜。拜拜。我好急呀！爸爸，哎，我们真的能直接漂流到妈妈那儿吗？可以呀，我在地图上定了位置了。又下雨了。爸爸，快！我答应你划船就做到了吧？做到了，免费漂流，对吗？是的，比妈妈慢，但是好好玩。好好玩。关注1毫米足迹，跟我们去旅行吧。